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带大家了解一项神经解码领域的突破进展。蒂宾根大学与夏里特医学院联合推出了 Brain Semantics 项目，研究者主张摒弃像素级重建，转而利用 AI 提取大脑动态的语义本质。这种方法旨在实现认知与疾病预测的跨越式突破，直接瞄准了传统神经解码的性能瓶颈。目前的神经解码面临海量且嘈杂的数据挑战。一次典型的 fMRI 扫描包含数百个大脑区域和数千个时间点，真实的疾病信号往往被扫描仪尾影和生理噪音彻底淹没。研究团队指出，目前虽然拥有高维的动态数据，却缺乏将其转化为高层语义的通用引擎，这使得从波形中提取稳定的人类表情变得异常困难。传统 AI 往往沿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掩码重建范式，模型将海量算力用于死记硬背瞬时的物理波动和仪器噪音，导致输出结果缺乏语义。这种为了树木而失去森林的做法，使得提取的特征极其脆弱。在面对跨设备的真实患者数据时，此类模型必须依赖大量昂贵的下游微调。Brain Semantics 提出了一场范式转移，研究者不再追求复刻低级的物理信号，而是转而捕捉潜在的表情特征。通过引入强神经科学先验，系统将原始 BOLD 信息提纯为稳定的语义 token， 这迫使模型跨时间学习一致的大脑功能画像，从而在混沌中提炼出真正有意义的生物学信号。相比于传统模型关注数万个独立像素， Brain Semantics 将输入视角转变为由功能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训练目标从填补噪点波形升级为通过自蒸馏提取稳定的自我画像，这赋予了模型天生过滤低级波动的抗噪能力。在下游泛化上，它不再依赖重度微调，仅靠简单的线性探测即可直接进行预测。为了实现有机整体的输入视角，研究者抛弃了传统的碎片化处理。以前系统需要面对457个微小区域，容易导致序列过长且缺乏语义。Brain Semantics 引入神经科学先验，将信号聚合成9大功能网络。语义分词器将杂乱信号空间聚合，转化为鲁棒的网络 token。这种转变就像是将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成了有实际含义的单词。在提取网络 token 后，系统采用了双轨多尺度卷积来捕获时间信息。标准卷积分支负责捕捉短期的、局部的跨区域快速扰动，而新增的结构化卷积分支则引入了指数衰减的长感受野内核，这能精准匹配 BOLD 信号平滑自相关的慢信号特性。两条路径最终汇聚生成深层时空语义 token， 从而更全面地解析大脑的动态变化。Brain Semantics 采用了师生自蒸馏框架，教师模型观察完整的 fMRI 片段，负责生成稳定的高阶表情指纹，而学生模型只能看到被掩码破坏的残缺片段，却必须在前空间中输出与教师相同的特征。通过多项损失函数的约束，学生模型被迫在时间长河中寻找恒定的自我表征，从而习得大脑的本质特征。在自蒸馏过程中，切片掩码是切断 AI 作弊捷径的关键。研究者通过网络切片遮挡整个大脑网络的所有时间点，或通过时间切片遮挡特定时段的全部网络信息。这不仅防止了模型通过简单差值来作弊，更迫使 AI 必须深度理解大脑网络间的协同运作规律，才能从被遮挡的黑洞中推断出真相。然而 fMRI 数据的极低信噪比隐藏着一个致命陷阱。如果让模型直接在海量噪音中寻找复杂的时空关联，极易导致表征坍塌。从损失函数曲线可以看到， loss 值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到-1.0， 并不再变化。此时 AI 会放弃思考并收敛到一个死记常数，导致模型完全失去预测能力。为了应对表征坍塌，研究者引入了教师引导的临时辅助轮 TTR。 在训练的最早期，系统强制学生网络先忽略复杂的时间动态，只学习输出各网络的时间平均特征。这一正则化权重会在训练的前 5% 迅速衰减至0。通过这种先静后动的设计， AI 能在噪音中稳步锁定大方向，为后续攻克复杂动态打下坚实基础。这是 Brain Semantics 引擎的完整架构。原始 fMRI 数据进入语义分词器进行网络映射，随后通过多区域嵌入器
教师 Transformer 负责全局语义对齐，而学生 Transformer 则在掩码挑战下进行网络微观重建。底部还集成了早期维稳辅助模块，整套流程将混沌的血氧信号转化为清澈的特征，从而大幅提升了疾病预测的准确性。为了验证性能，研究团队在5个国际知名数据集上进行了极限测试，这涵盖了近4万例 UKB 数据的预训练，以及针对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抑郁症的跨设备诊断。测试还包括对青少年智力和情绪评分的预测。这是一场跨设备、跨人群且跨年龄差的终极泛化检验，旨在挑战模型的分布外预测能力。在与现有 SOTA 模型的对决中， Brain Semantox 展现了碾压级的精度。在统一的线性探测协议下，它在自闭症诊断上比 BrainLM 提升了 12.2%， 在精神分裂症预测上提升了 11.6%。 实验结果显示，其抽象的语义表征在9项独立任务中取得了8项历史最高水平，这证明了放弃像素重建而选择语义理解的路线具有压倒性优势。更具颠覆性的是其零微调泛化能力。在传统范式中，模型必须针对具体任务进行深度微调，而 Brain Semantox 学习到的通用特征极其纯粹，即使完全冻结模型主体，仅依靠最简单的单层线性探测，其表现也全面超越了 BNT 和 BrainMass 等前沿全监督模型。这意味着它在无需海量算力和特定微调的情况下，即可达到极高的可用水平。Brain Semantox 证明了 fMRI 领域同样存在规模法则。随着预训练数据量从 0.1% 增加到 100%， 下游任务准确率呈现明显的对数增长趋势。即便只使用44岁以上英国成年人的数据进行训练，模型也能稳定预测相差20多岁的美国儿童的认知指标。这种惊人的分布外泛化能力，证明了注入的无标签数据越多，智能涌现就越明显。在处理极端残缺的信息时， Brain Semantox 表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即便输入一段仅有20秒的超短脑活动序列，并将剩余部分补零，它仍能以 97.8% 的准确率识别出 faces 或 shapes 的任务状态。相比之下， BrainJEPA 的准确率仅为 81.0%， 这证明了模型通过掩码机制学到的深度认知，足以在极短时间内看穿人类当前处理的任务。Brain Semantox 不仅性能强大，更具备天然的可解释性。由于采用了切片掩码训练，模型已经习惯于只观察部分网络来推断全局，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内生的神经科学探针。我们可以测试单一的大脑网络中蕴含了多少特定的疾病信息。相比于传统事后强行解释的黑盒模型，这种直接基于单网络输入的预测方法避免了数据分布偏移带来的虚假结论。在实际预测中， AI 验证了人类的医学共识，并提出了新发现。针对自闭症预测，模型指出最关键的是默认模式网络，这与现有的神经科学文献完全一致。而在重度抑郁症预测上，模型展现了对小脑和皮层下区域的高度依赖。这一发现跳出了传统聚焦默认模式网络的范式，直接证实了近年来神经科学界最前沿的科学假说。更惊人的是， AI 的数字前空间与物理脑空间实现了完美重合。通过检查9个网络的位置嵌入，发现纯靠自监督学习模型自动重构出了真实的任务正向网络集群，其中控制网络被精准定位在内外部处理网络之间，在没有任何物理坐标指引的情况下， AI 仅用数学计算就还原了人类大脑功能拓扑的真实轮廓。Brain Semantox 的成功证明了真实造就强大。它不仅在跨越20年年龄差的测试中击败了全监督系统，展现了 SOTA 级的泛化预测能力，还高度还原了真实的神经解剖学规律。这种高超性能并非源于复杂的数学堆砌，而是源于对生物学规律的忠实还原。当 AI 开始理解并讲述大脑的真实语言，它才真正迈向了通用智能。Brain Semantox 标志着神经成像 AI 的转变，它从像素级复刻转向了语义级理解。通过自蒸馏框架与神经学分词器，该系统实现了无需微调即可应对临床任务的目标。这项成果为跨模态脑健康医疗奠定了基石，是开启精准医疗新范式的关键一步。